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挺特别的年份。好像回老家呀，参加同学聚会的次数啊，比往年要多了。为什么呢？我高中是1988年毕业的，大学是1992年毕业的。那么今年是2018年，正好是我们高中同学毕业30年。那么对大学来说呢，是大学同学相识30年。所以今年呢，我回到老家呢，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大学同学聚会，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呢，还和初中同学、小学同学等等等等，都小范围的聚了。那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就是大范围的。那么聚会呢，对我们这个年龄人来说呀，是件挺快乐的事儿。大家在一起，人到中年了，回忆一下过去同学在一块的纯真感情，说说以前小时候没有任何名利色彩沾染的这些有趣的事儿。这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快乐。但是聚的多了呢，它也不都是和谐的声音啊，也出现了比方说这个没来，那个来了啊，这个脾气特殊，那个功利心强，这个来参加聚会可能就为了办成点什么事儿啊，那个跟你怎么虚情假意，甚至有的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又闹出点小绯闻啊，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所以聚多了呢，我一总结呢，也有很多的感慨。后来我跟身边的年轻人交流啊，我发现他们的感慨比我还多，尤其是一些75后和80后啊，提起这个同学聚会，每个人好像不满都比这个快乐要多。你像我身边有几个80后跟我讲，哎呦，我们的同学真没意思，一聚会。我说怎么没意思了？一见面啊，那个显摆呀，那个炫耀啊，自己成老板了，自个儿什么大公司 CEO， 自己什么在国外都有什么产业，哎，就美的不得了了。那同学之间有的混得不好的人都不来呀，这是。说还有的同学在这个聚会过程当中啊，你看着那功利心很强，就想让你帮他办什么事儿。还有的甚至什么呢？同学聚会就想拉几个保险和微商的客户，因为他就在卖保险，他又在做微商。哎，反正就是说的，有的地方我听着非常非常的不和谐。我这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曾经觉得那么纯真的同学感情，过了这么多年再聚会的时候，居然能聚会出这么多不和谐的东西来？这个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现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绝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同学聚会，可以说99%以上都参加过。可能我刚才说这些东西，你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不同程度都有体现。那么很多人就感慨说，我们当年那么纯真的感情，现在这同学聚会也不那么单纯了，这社会风气呀，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判断是100%错误。为什么你现在对同学聚会会有那么多的腹诽跟想法呢？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只是过去的同学，你们现在不是同学了。你明白我说的话吗？过去你们是同学，在一块玩，在一块吃，在一块住。现在呢，你们已经各奔东西了，是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只不过你们曾经是同学，同学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我们说的同学聚会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是同学的人聚会，而不是真正的现在进行时的同学聚会。所以你当然不能用那时候的纯真的东西，那时候你年轻时候那些懵懂，来和现在的功利世界来进行搭劲儿，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为什么我们过去说同学感情那么纯真呢？大家记住，它有一个心理认同和物理距离认同。物理距离认同这很好解释，就是我们那时候总在一块儿。你看，可以想见一个教室里边能有多少平米，你们就在这么一个空间活动。然后呢，下课之后就操场那么大空间，再加上一个上学放学。如果上学放学你们是同路，你俩的感情可能就比跟其他同学深。那大学里边一个寝室的，那交情可能就比跟其他寝室的人交情要深。所以这就是物理距离上的一种认同，因为你们之间离得很近，大家很容易呢达成一种认识。我们人有时候交往，人是社会的动物，你不可能说我跟人一见面就交朋友都一见钟情，说这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你还得跟他慢慢相处。相处你必须得有时间和空间呢，你得有功夫，也有那空间才能在一块待着，才能产生这种交情。所以同学那时候大家离得近，很容易产生交情。你现在是社会人了，说白了，你的同学上海的有，北京的有，国外的有，你们有的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见面了，这互相之间已经没有了解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人是容易变的。
如果我们还按照过去小时候那印象来相处的话，那肯定是有偏差呀。所以这时候同学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同学了，是曾经的同学，现在是不同社会身份的人。那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心理认同，就除了你距离远了以外，你们干的事儿也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咱们那个同学在一块，为什么心里有认同呢？就是你们干的是一样的事儿，比方说一块学习，一块面临高考的压力，一块面临毕业分配，甚至是青春懵懂时候谈恋爱，几乎都是同步的。就你们干的事儿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说是那个光屁股娃娃在一块长起来的，说这撒尿和泥，你想撒尿和泥多恶心呢？那不够交情，谁能一块干这事？你俩人小时候一块撒尿和泥玩，那交情当然就好。包括我们说以前那些革命前辈，说他俩什么交情？旧社会里吃过糠，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跨过江。你想经历过这个的战友，他关系能不好吗？他们有共同的行为，共同的事情可以做，所以这就形成一种心理认同。你等后来啊，俩人拉开距离了，不在一块儿了，不仅物理距离上远了，心理认同也没了，因为你们干的事不一样了。咱们看《芳华》那电影里边，那里边那个萧穗子啊、刘峰啊，看到何小平被欺负了之后，就帮他，这其实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战友情，就跟同学感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距离很近，干的事儿也一样，都是文工团、舞蹈啊、唱歌这些事儿。所以他们文工团解散的时候，你看大伙在一块喝着酒抱头痛哭，就是那种感情，我们没当过兵的人看了都感动，因为我们同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行为上特别接近，很容易找到认同感。可是在后来呢，电影里边大家也都看了，那不一样了。过了多少年，刘峰还在为这个生活奔波，车还让人扣了，萧穗子成了知名的作家了，那个郝淑文呢是全职太太，家很有钱。这时候这仨人再见面的时候，你发现那种认同感已经都没了，互相之间呢，你看着还有战友情，但是已经很陌生了。包括这个萧穗子问这个郝淑文说，你老公当年我暗恋的对象还吹号吗？还吹啥呀？早都不吹了。白瞎他牙不行了，你给他那条金项链当假牙了。你看双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认同感，彼此之间都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往一块聚，你想再像以前那样心理和物理空间上距离那么近啊，亲密无间，不可能的了，因为大家做事的方式已经都不一样了。而且你永远记住一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看不上另外的人，我们不喜欢他，其实并不是你多好他有多坏，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呢，我们每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就像两口子，如果是这样走不到一块，走到一块也得散。那么同学也同样是如此，当年你们在一块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极容易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可是呢，毕业之后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忙活，各有各的人生，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那若干年之后你们作为同学再聚集到一块，那怎么可能完全的亲密无间呢？那一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同学聚会最好是什么呀？时间得短。你就在一块聚完了之后啊，尽量就别要有太多的往来。为啥？一有太多往来，价值观不同就露馅了，还会破坏同学的感情。就是我们曾经在一个轨道上往前走，你走你的轨道，我走我的轨道，咱交叉了就好好乐呵叙旧，然后散开以后，你奔你的，我奔我的，就尽可能少在一块掺和。这个同学聚会要聚多了，100%得聚出事儿。因为每个人就像那歌似的，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你再想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的捏合在一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对同学聚会抱怨什么呢？我是觉得你对这个期望值高了，而且恐怕你聚会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想法去，而没能如愿，你就觉得这人心不古。同学聚会就谈以前的事儿，别谈现在的事儿，别说你哥以前的事儿啊，在学校说多么有意思，多好玩，这多好啊！何必还把眼前的事硬拉进来？你要是拉眼前的事，你就是个很功利的人，那你遭到功利的对待很正常。就我们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当然我们说同学聚会的种种的不愉快的东西啊，它不是说所有同学聚会都这样。我告诉大家，不同年龄段的同学聚会是不一样的。我是从几个年龄段走过来，我深深的了解这个问题。你拿我们现在从年龄段角度来说呢，其实很多人都愿意用这个几零后来区分。你比方说90后、80后，这个我们说70后、60后、50后，
那你像我们的父辈什么的，有40后、30后的，那个聚会就有时候不大可能了。为啥？咱们有句老话嘛，你像30后、70后，这都70、80、90的这个岁数，有那么句话：70不留宿，80不留饭。这个岁数人出来呀，你不敢轻易的再举办什么聚会了。万一有点事儿呢，有的都得儿女搀着扶着。所以到那个年龄，那同学聚会啊，1对1的可能，2对2可能，你要一大帮几乎不可能，那已经成为一种奢求了，所以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我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个，因为年龄段不同带来同学聚会的一些问题，我们主要说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聚会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社交项目，有点事儿得聚聚，没事找点事儿也得聚聚。殊不知这聚会也能聚出个五花八门来。这不，90后的聚会简直就是换了个地方刷手机，身边是谁无所谓。80后的聚会比了房子又比车，说好的叙旧却变成了比上不足比下不屑的酗酒。70后的聚会知道自己姓什么，明白自己要什么，捕获了人生，捕获了幸福。60、50后的聚会，三高成了不约而同的共同话题，这个要那个要，七嘴八舌的切克闹了起来。本期良知跟爱聚会的您唠一唠聚出来的大学问。咱们从后往前说，90后，这个90后我的感觉啊，因为我不是90后，如果看我们节目的90后的朋友呢，你也原谅我，因为我这个年岁跟90后接触的不是很多，有的接触也是工作上。我感觉90后的同学之间的感情啊，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么近。这个可能是这个电子时代来临了，我们那阵没啥可玩的，哪有手机啊？大伙下课就在一块打闹什么的，课余时间也一起拉帮结队出去玩。我们那会儿的感情我感觉很近，而现在90后的孩子呢，好像不是那么同学关系那么近。因为我看到过90后的同学聚会啊，经常是呢就是各干各的，比如咱俩关系好就咱俩聊天，我要跟你们关系不好我就在那看手机，完吃饭完了拉倒。就来聚会有时候都很勉强，说你得跟人家搞好关系，我凭什么跟他搞好关系？我看不上他，我凭什么跟他搞好关系？90后的个性，这不是错，我只是说这种聚会时候的状态。反正我感觉90后聚会，他的个性，同学聚会的个性是很强的。好像呢90后的现在的聚会这个年龄呢，也没有那么功利，好像说谁要巴结谁呀，谁要找谁办点事儿啊，在90后这帮小大人眼里，好像这个东西太让人瞧不起，没意思。所以我说90后聚会反而是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些不和谐的东西，有的是刚毕业刚参加工作，双方在一块交流交流，就是职场的一些事儿，大致就这样。这可能是我了解不多。那么在我身边工作的最多的是80后，那么这80后的同学聚会可比较典型了，就是我觉得80后同学聚会出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这个人际交往上。就是你看80后的聚会呢，很多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炫耀和攀比，就来了一看原来同学混得比自己好，哎呦难受啊，嫉妒恨呐，还有的混得比你们好我就炫耀啊，你看我司机开车迈巴赫玛莎拉蒂什么的，就这种炫耀的现象真是比较多。所以我身边一些80后的孩子一说起同学聚会呢，往往有一大堆的这样那样的意见。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和80后的年龄有关。80后现在呢30多岁，这些人呢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往上走，对未来的规划呀充满着一种各种美好的想象。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正是他的功利心，可以说野心最旺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容易在人生当中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比方说我的职场，我的官衔，我的财富，我的社会地位等等等等，我身上的光环。因为我不客气点说，80后这个岁数还没到活明白活剔透的时候，他不仅在乎自己处什么状态，他也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所以你说同学聚会他还很虚荣的，那别人混得好自己混得不好咋整？他难免有时候就说点大话，装个样子，借一台车开过来，这都完全有可能。那么回过头他一炫耀自己啊，我现在行了，有事你找我啊，有事你说话，咱们哥们就不是钱的事。您记住，谁要跟你说咱哥们不是钱的事，那一准是钱的事，他肯定他不一定拿出这钱。那回过头你觉得他这混得好了，我有事找你帮忙吗？结果他没混到那程度，他接不住，他怎么办？他只能就躲，这一躲同学意见上来，哼，聚会的时候说的自己多好，真找他不给办事，这什么同学感情？其实不是他不给你办事，他办不了，30多岁他能有多少社会资源呢？所以您得从心里往外原谅这样的人，包括您自个儿可能也是这样的人，就虚荣心，
就30多岁人还处在虚荣心很旺盛的时候，还特别在乎外在的这些东西，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所以我是看到80后现在30多岁的这些孩子，在聚会的时候有诸多的这些不和谐，他们表现的是最充分的。那有的人可能说，老梁你就看不上80后，我看你别的节目你经常说80后不好。不是我看不上80后，我也从那年龄过来的，我们那个时候同学聚会也这样啊。就是我在30多岁的时候同学聚会也经常出现这情况，互相炫耀，互相攀别，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常有的这事儿。不是说80后身上就这样，谁让他们正好在30多岁呢？人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儿，你摆脱不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阶段的同学聚会呢，会经常出现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预期，是功利心跟野心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这年龄段聚会容易出这问题。而且这年龄段聚会呢，可能有的同学想，你有资源我有资源，咱们互相互换一下，同学帮助一下子，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往往在30多岁的时候，这种互助极容易种下恶果。什么恶果呢？就是咱们合作，说你有这资源我有这资源，好，咱们合伙创业吧。现在也讲究大家都合伙创业。可是80后这波人合伙创业遇到的问题是最大的，什么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错，就是对自己还缺乏极为清醒的认知，谁都想当老大，谁都想说了算。我给大伙讲一个事儿，我带过的这些编导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儿，就他们从一个公司出来，他们也想呢，就是大伙合伙创业，都是些80后创业。我就劝他们，我说你们的能力啊，不要接太大的活，先接个小活练练手，你们磨合磨合。原来你们几个呢，都在这个一个公司里头，面对共同的事儿，极容易团结一致。现在出来了呢，你们马上要直接面对跟客户去谈钱，互相的利益可能不一样，咱先搁个小活磨磨手。结果这几位没听我的，接了个挺大的活，不仅没干好，这几个人还掰了，到现在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每个人都缺乏对自己清醒的认识，都认为自己对，都认为自己干的事儿路数是正确的，所以最后难免是这个结果。所以我说这不是80后的问题，是谁在那个年龄都一样。就人生30多岁啊，说成熟真的不是完全成熟，但是你说不成熟呢，还毕竟比20岁的要拥有更多社会经验，所以他这时候是野心和功利心最旺盛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了。但其实以我们这个年龄回头再看他，再看我们当初还很不成熟。所以我说80后是这样一种状态。像我刚才说到的合作在一块够呛，80后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到了70后和60后这波人，这个问题不存在。为什么呢？60后70后基本40、50岁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在一起呢，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进入到40不惑是什么概念呢？就人生不再困惑了，也不再接受一些无所谓的诱惑了。这时候他就人活得挺剔透。你看像我们这年龄段，我今年是46周岁，我的同学呢基本都是68年69年70年的，都比我大个2、3岁，我上学比较早。那么这些人都已经快50了，都普遍都是在48、9左右岁这样。活到这个年龄，你要再没活明白，那你这辈子就完了，那后边老年不定多惨呢。大多数人都活明白了，活明白意味着什么呢？有这么几点。首先一个呢，就是这波人呢知道自己能耐多大，我能干啥不能干啥我清楚了。第二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第三个，知道自己该接近什么该疏远什么。就拿同学之间攀比这事儿，80后这些30多岁还在那比我多厉害，你们得多羡慕我，虚荣心多强。等到了我们这年龄，你爱怎么好怎么好，你就当总统了我也不羡慕你，你过你的日子我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呗。你日子过得再好，肩膀齐是弟兄，我跟你肩膀不齐不是弟兄。你说你是世界首富，你1分钱不给我，你首富对我有什么意义？你把钱都给我，我成首富了，我还理你吗？哎，这就这么个道理。就我们根本没必要羡慕别人，那个人有个人的活法，你再厉害你帮不上我忙，对我没意义。而且你再厉害我过我的日子，你对我没影响。就咱们已经不玩虚的了，以实为实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比方说咱们几个要合作，40、50岁的人合作很容易分工，这我强项我负责，那个你强你负责，你把控大局，我们都认为你是老大，你当领导。30多岁不行，凭啥你是老大我是老大？
这就很难。就40、50岁的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极容易建立合作过程当中的等级秩序。所以我说这就是不同年龄段聚会不一样。你像我们同学聚会，有的时候就是你这有这资源，我有这资源，我想跟你交换一下，或者想找你办点事，我都得掂量掂量，我不会那么轻易张口的。你说像我们这个年龄一张口让人给驳回来了，多没面子呀。所以我倒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开始同学聚会比这个30多岁的20多岁的好聚多了，就大家愿意往一块聚，因为活到这一定程度明白了，我们聚会不就是求个快乐吗？大家单纯为了求快乐，这个聚会的质量就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今天的几次同学聚会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哎，有人说不对，老梁你开始你说了，你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也有点不和谐声音，那是聚多了，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人，在一块聚会的时候讲点过去事很快乐，结果聚会之后呢，几个人意犹未尽，咱再聚会，一多了，人的脾气毛病秉性就暴露出来了，互相之间那个刺儿就扎在一块了。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道理，饮酒切勿过量，宴客且不流连。凡事须您各位记住这话，凡事须当三思，得意不宜再往，高兴的事不要再干第二遍，接下来就不美妙，聚多了就容易聚出些问题来。所以要把握好这个度，要单讲一次聚会的质量，年岁越大可能这个质量就越高，因为你活得越明白，人生越剔透，对同学聚会的欢乐你越能够心悦诚服的从心里边去享受它。那么你再往前看，就是50后60后的聚会，就60后啊50后啊这些人聚会和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还不一样，就包括一部分40后的聚会也是如此。到这个年龄了呢，他已经咱说点不好听的扑腾不动了，就是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就人生如何再多活几年，如何在多活这几年当中活出质量来。所以到这个年龄60多70再聚会，退休以后的聚会，一个方面很亲，因为咱们说点不好听的有这回不见得有下回，我们同学里都有不少掉队的呢何况他们了。所以见面很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谈的话题是什么？健康，我们要多活几年，现在日子过得不错，把生活质量搞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共同语言出奇的一致，你见面就问你那心血管怎么样，脑血管血糖多少血压怎么样哎呀低压偏高不行，我告诉你得吃这个药的，都这话题了。就像我是糖尿病患者，我见到另外一个糖尿病患者，我们俩人极容易有共同语言。你吃啥呢？拜糖平、2甲双胍、胰岛素，你打什么？一天我打30，我长效短效，极容易找共同语言。所以就是50后60后一些人的聚会，哎呦格外的亲热，因为啥？共同语言特别容易找，比我们这个时候的共同语言还容易找。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种聚会你就会显得比我们这个聚会的质量还要高。所以我说不同年龄段他对同学聚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同学聚会绕不开一个话题，越年轻越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聚会的时候男女同学容易在叙旧的旗帜之下出点小绯闻。原来上学的时候暗恋有好感或者谈过恋爱难免再见面蠢蠢欲动想到再续前缘，冤梦重温，或者跟现在老婆7年之痒了，是不是咱得琢磨琢磨？所以有那么话吗？没事整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还说同学聚会有4种人吗？胆大的钻被窝，胆小的唠唠嗑，一个心眼唱着歌，缺心眼的往死了喝，还有这说法呢？那么对这个事该怎么看呢？我奉劝有这样春心萌动的朋友，首先一个，你要年岁大了，你想想当年李敖有件事，李敖呢是在杭州，最后随着父亲去的台湾。他在临走之前呢，和一个女同学约会，在西湖边约会，结果当时的战争打得挺快，他没来得及见面他就走了。隔了多少年他觉得是遗憾。改革开放之后呢，李敖来到大陆呢，和那个当年那个约会女同学又联系上。你想李敖那时候都60大多了，说咱俩这样冤梦重温，在西湖边咱们再见面再约会一次。李敖就在湖边等着，结果到时候一看，远处走了一个老太太，又胖又丑，身材臃肿。李敖于是落荒而逃。他得出一个结论，冤梦重温等于破坏冤梦，就是你旧梦重温，就是把旧梦弄得稀碎不能。当然有人说那不是我就像李宗盛唱的似的，鬼迷心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我就觉得他好，他还是当初你们恋爱或者你暗恋的那个人吗？
不是了。他隔了这么多年，他有他的家，他有他的变化。双方就像我前面说的同学一样，后来的变化，你们已经不是一路上的人了。那么我们甚至能宽容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双方借着点酒劲儿，互诉衷肠，把过去的感情都说出来。就像那个林更新和周冬雨演的《同桌的你》，那么就两个人后来因为别的原因，一个国内一个国外分开了嘛，再回来同学聚会的时候，她又嫁人了，俩人在这个酒桌上那都把过去的感情都发泄出来，这个无伤大雅。谁没一些激动人心的过去呢？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非常非常正常。但是问题是，我告诉大家，点到即止，你们把这段感情都说出来了就可以了，之后再往下走很不美妙。我刚才说两个火车道上到这交叉之后各走各的，如果你继续下去，这件事情就不美妙。你破坏家庭不说，你两个人还要再重新磨合，这条路来的艰辛无比呀，不那么容易的。罗大佑歌里唱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那只是个偶然事件。就即使你找到相知的伴侣，再次寻觅到了，这相知伴侣能伴你多长时间呢？都难说。我们知道罗大佑著名的爱人同志叫李烈，跟李烈相恋了18年，最后两人结婚1年离婚了。你看，就你感觉上这种爱和真在一块生活，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火苗烧起来了，要让它越烧越旺，你想让它不熄灭，这个很危险。奉劝各位切莫玩火自焚。所以我今天呢给大伙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同学聚会的这个一些特点，我是提出有2点值得大家吸取，这也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就同学聚会，第一，只谈过去，别谈现在。就我们见面就说过去，上学的时候咱俩打架，上学的时候咱俩胡同口劫那个女孩，上学的时候考试打小抄，说这个多快乐，把过去的美好时光翻一遍，非常美好的记忆，只说过去，不说现在。别说你干啥呢，我干啥呢，你公司老板呢，我有多少钱呢，我怎么着。说着说着，人是社会动物，就容易互相之间想交换资源、攀比或者是互相办事。一有利益往来，同学的感情马上就变。这就跟我们有时候平常说是千万别借钱，借钱就是借朋友，就明明你借他钱了，回头你还与不还这个你都闹心。所以同学之间最好别有利益往来，你这个感情才能保持的快乐纯真。所以我说的第一点，只谈过去，不谈现在。第二个，同学聚会一定要短暂，聚到一块儿，就像我们说玩的时候拼命玩，工作的时候拼命工作，凑到一块儿的尽情的快乐，之后分开之后尽量少往来。这就像李白那首诗写得好，就是那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里边有句话叫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就我们清醒的时候大家尽情的快乐，喝醉了以后再醒了，你各回各家，各找各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在原来的生活轨道上继续前进，互相之间就不再有那么多交叉。这叫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各忙活各的。同学聚会之后轻轻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这样的同学聚会你才可能不留下遗憾，你才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同学再聚会的时候依然是那么欢乐。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常态，恐怕你生活里的烦恼就多了。所以人年岁越大，你就记住一点，一定年岁越大，你的社交层面要越简单，你活得越干净，做减法永远比做加法快乐得多。当然按照这种方式，同学聚会就会成为你记忆当中格外珍贵的东西，而且你甚至盼着下次同学聚会是什么样。也就是说年龄越大，有时候对同学聚会越期盼。这种感情呢现代人的作品里边好像描摹不多，但是我从一首唐诗里边我非常喜爱的这首唐诗。这首诗呢当初和这个陈凯歌导演我们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我们俩也对这首诗有共同的评价，就是它反映了老朋友聚会的时候那种既欢快又略显苍凉感觉的这种心情。杜甫把它写绝了，怎么写的呢？这诗是我给大伙背一遍，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旨，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九江。
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煮成烩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大家好，每年春节期间呢，很多人对这个过节有一点向往呢，在于两个字：聚会。有的是呢为了跟亲人团聚，有的呢是跟好朋友聚会。跟好朋友聚会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同学聚会啊，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聚会的过程呢，谈谈天，说说地啊，聊聊自己的生活感受，挺开心的一件事。却有很多网友啊在网上吐槽，说我们现在害怕聚会，我们叫恐惧族，就是恐惧聚会的这么一个群落。那我刚才说同学聚会本来是挺开心的事儿，怎么会产生恐惧族呢？也就是说，同学聚会到底他怕什么呢？一别经年，老友相聚，你以为会是把酒言欢，高声唱和，甚至是执手相看泪眼，结果却变成了我们别墅呀，郊区的，位高者恐惧，怕帮人办事儿；位卑者恐惧，怕自惭形秽。一起成长的情谊，怎么也比不上庸俗现实的逼迫。听老梁说现象，批人情，为您娓娓道来。同学聚会，你怕什么？想搞明白这个道理，咱们首先得说清楚，为什么咱们一般都很喜欢同学聚会。这个同学和其他的关系不一样。首先一个同学呢，我们都有一样的成长背景和环境，就是咱们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都曾经是这一年上学，这一年毕业，就咱成长的环境差不多。另外呢，由于是同龄人，你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呢，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当时社会的具体状况也大致类似，就是我们成长背景是相似的，我们成长的过程也往往能找到很多共同点，所以同学在一块呢，往往共同语言特别多，就容易触发你呢来自心底的真实感受。所以同学聚会最主要的一点吸引力在于呢，讲过去的事儿，怀旧，这是一个吸引力。第二个吸引力在于呢，就是能够毫无保留的，没有功利原因素的把心底的感情敞开。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同学聚会的原因。那么害怕同学聚会是什么原因？我们根据喜欢同学聚会，你反过来一想，就是非常明显把更多的功利因素掺杂到里边了，它破坏了怀旧时候那种氛围和真实的情感，所以很多人才害怕聚会，成为恐惧族。那么到底是哪些功利因素掺杂进来，导致同学聚会变得不纯洁了呢？你看网上有很多人说，我呀现在过年可不愿意同学聚会了，要聚也是就2、3个人说得来的，咱们聚聚。你说一大帮都聚到一块了，经常把一些同学友谊以外的东西带进来，我就觉得非常没意思了。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就是说功利因素掺入到这里头，它体现的是方方面面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分析它呢？我就拿我这个年龄做个轴，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啊，40出头了。那么好，40岁就是一个基本的分界线。你会发现影响同学聚会这些功利因素，40岁以上的功利因素和40岁以下的功利因素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把它分开啊，我们先说40岁以下。首先咱们说90后的同学聚会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为啥呢？因为90后最大的现在大学所谓毕业才不过1、2年，还没有形成同学聚会的气候呢。而且90后这个群落呀，应该说和80后、70后、60后都不一样。因为80后、70后、60后这些人的聚会呢，人越多越好，往往带有仪式感，寻找一种集体认同。但是我发现90后不是这样，90后对集体的认同感那是极大下降。有时候宁可聚的少点，跟朋友能谈得来我聚，谈不来我不管的事儿。而且聚会的过程当中呢，不愿意求同，而愿意存异，就是我的个性我得保留，我不愿意跟你大帮红如何如何。所以90后这个聚会恐怕和我们说的同学聚会已经有点南辕北辙了，不一样了，所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我主要想讨论的呢，40岁以下的人，我们姑且把它叫75后的聚会。当然主要的群落是80，就是这些人聚会
很多人觉得没意思，害怕聚会。他的功利因素是什么？有2个因素。头一个因素就是炫富攀比。什么别墅呀？郊区的。我家有4没错，这是我最小的买个房子，我觉得又买了辆跑车，都是小钱儿。这个炫富攀比是很不值钱、很不成熟的体现。如果你真的要是能力到这了，你不需要炫耀。我举个例子吧，就像这个美国有个 NBA 球星叫加里佩顿，外号手套。他进入 NBA 之后签了一个1000万以上的大合同，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跟着前辈迈克尔乔丹同场竞技，跟乔丹这个斗嘴，说我签了这么大合同，我什么跑车都能买得起。乔丹很冷静的跟你说，对不起，我所有的跑车都是厂家送我的。所谓80后一些人毕业以后炫富，还是暴发户心态，他没富过，他没得过势，有点小地位了，有点小财富了，烧包了，留不下了。所以这是人生活得很肤浅的体现。当然咱们别站着说话不嫌话，我在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同学聚会同样存在着炫富攀比，就是自己明明混得不怎么样，也装门面。你看咱们看电影《致青春》里边那个有个叫张开的那个同学，不就是同学聚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惨，有大牌的 A 货吗？我想来双皮鞋，来个包，换了一身名牌衣服去了。这都是谁呀，我的同学们？然后说自己开个小公司，我默默耕耘，开了一家出版公司。这不就是炫富攀比吗？怕在人前丢面子，就是虚荣心很强。任何一个年轻人，他在年轻这种状态下，不可能没有虚荣心。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我们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5年6年左右的时候，同学聚会往一块一凑，就显示谁混得好啊。一般来说，混得不好那都不愿意来呀，觉得脸上无光。而那些表面上混得好的人，真好吗？不见得。他有时候甚至是在吹牛，这种事我都干过啊，就觉得自己哪儿不如人家，一看别人炫耀，我忍不住吹2句，我现在如何如何，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所以这个呢，咱们不必说因为这个就把某些人聚会一棍子打死。这个摆阔、吹牛、炫耀、攀比，这是人之常情，它是属于人正常的毛病。你看，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吗？别人在那炫耀地位什么啥，他还比较隐蔽的，他来个什么？哎呀，你说现在咱们真不行，这毕业以后这篮球打不动了，体力都不行了。这不前天我们单位吗？搞一个副处级以上篮球比赛，我上去打一会儿就不行了。但我听着都乐了，为啥？他这话是炫耀他刚提上副处。所以我说，有时候75后、80后现在聚会说这种现象非常常见。自己混的怎么样，别人混怎么样，往往这个时候呢，伤害了同学的感情。原来比方说大家聚会 AA 制啊，怎么样？这时候有一个同学混的比较好的发了，别 AA 制多丢人呢，我全包了。你看着他全包了，好像说这有人买单还不好吗？其实他这个炫耀无形之间使同学之间3、6、9等就分开了。我再举一个就是和这个有点类似的例子，就我喜欢打乒乓球，我的球友里头有的经济条件很好，有的经济条件就差一些。那么一般球友打完球之后都干嘛呢？喝一顿酒，聊聊球，很开心吗？可是我们就发现呢，有些经济条件好的球友，走大酒店我安排，他这顿安排完了，大伙吃完喝完了，到下一次那经济条件差的球友打完了，我不能总吃人家，我也得请吃饭了。可是这么大酒店豪华酒店我请不起呀，所以时间一长算了，我不跟你一块玩了，这团队就散了。我们有一个打乒乓球的这个业余团队在一块，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就是每一次打完球呢，都到附近有一家驴肉馆，就是吃着驴肉，主食是火烧，然后小凉菜，喝点啤酒或者喝点二锅头，7、8个人一顿，花个200、300块钱够了。这200、300块钱呢，经济条件差的球友，他这1、2个月轮到他请一回，他也能花得起，这样不伤和气，不伤面子。所以你同学聚会本来是一种常态，就是这些人，你突然弄出山高水低来，完了这关系就没法处了。而且这个炫耀攀比过程当中啊，很多人这个情绪都有起伏失落，有的人考到名牌大学了，自己一直在同学里面都是天之骄子，那都是觉得最有面子的。结果回到故乡跟这个高中同学一聚会，他发现自己在大城市挣了点工资什么都不是，人家家乡有些当年的差等生都发了，他心里挺失落，我再不想参加同学聚会了，这就有点矫情了，就是自己习惯这种优势心态了。
一旦比不过人家来气了。所以这样人一旦他要更发达了，他比谁都能炫耀。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社会这种不正常的炫富现象在同学领域的这种延续。为什么要炫富？不安全感呢？就是因为我要比你富，我感觉我就有优越感，我就有安全感了。所谓炫富的人都是不安全感和虚荣到来的。所以我说40岁以下的同学聚会，75后80后啊，很多是炫耀攀比多，影响同学感情。饭桌上各怀心事，饭桌下和盘托出，要么是求人办事儿，要么是旧情复燃。聚会就这样变成了庸俗的名利场，年轻人炫耀攀比，中年人积累人脉，经营圈子，真的是相见不如怀念。同学聚会，你怕什么？稍后为您播出一别经年，老友相聚。你以为会是把酒言欢，高声唱和，甚至是执手相看泪眼，结果却变成了什么别墅呀？郊区的。位高者恐惧，怕帮人办事儿；位卑者恐惧，怕自惭形秽。一起成长的情谊，怎么也比不上庸俗现实的逼迫。听老梁说现象，批人情，为您娓娓道来。同学聚会，你怕什么？再有第二个影响感情是什么呢？恰恰是感情问题。什么问题？男女感情。尤其是毕业5年到10年这个功夫，正好赶上了头一波结婚的人到了7年之痒的时候。这回同学一聚会了，一下想起当年在学校那些未实现的心愿了啊！我最喜欢他，我暗恋他，我跟他处完最后黄了，把这事都想起来了。同学一聚会，一敞开心扉，有一种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的感觉。所以往往同学会里头，在10年上下的时候，容易滋生一些男女问题。说没事搞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就说的这个事儿。可是这个时候你别忘了，当年你那个想法，你喜欢谁，真就合适吗？那往往是不成熟时候的一厢情愿，或者说一种错误认识。走向社会之后，互相之间的了解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再把过去一些感情重新捡回来，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所以往往同学会拆散了一对了，这对还就不一定再成。而且这样的话，一旦同学聚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谁跟谁又怎么好上了，其他同学有时候都感觉到这个关系没法处了，你再见面就会特别别扭。当然了，有的人把这个呢甚至当成一种乐趣，那就是一种低级趣味了。不有那么顺口溜说的很有意思吗？说同学聚会啊，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一个心眼的，有缺心眼的。叫胆大的钻被窝，就我说这男女关系了；胆小的唠唠嗑，趴在耳朵边说话；一个心眼的唱唱歌，缺心眼的往死了喝。我认为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你想一想，你的同学聚会里除没出现过我说这4种情况，至少得出现过其中3种。所以我说，一个男女关系的问题，一个炫富的问题，影响40岁以下的同学聚会。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乐了，说老梁，你看你已经过40了，你把那不好事都推到40岁以下，是不是你们这40岁以上就干干净净？不是，同样有很多不太健康的甚至丑陋的东西在影响着40岁以上的同学聚会的人感情。我刚才说到40岁以下同学聚会说那种状态，因为我是从那个年岁过来的，几乎我们的同学聚会里都发生过我刚才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么40岁以上的，他知道规避这个现象，而且也知道吸取这其中的教训了。你看当年美国这个哈佛商学院有一个教授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说如果你大学毕业刚刚5年，你接到同学聚会的邀请，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呢？因为毕业这5年呢，人生的规划刚刚展开，即使你混得好与不好，都不代表你这一辈子什么成就，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你同学聚会呢，混得差的就会跟混得好的比，人家成为富翁了，人家成为这个领导了，人家成为教授了，再看自个儿到那去，我开的什么车，穿的什么衣服，抽的什么香烟，住多大房子，你马上就会产生这种自然的这种比较。你可能跟社会其他人不比，但是同学都是同时起步的，我怎么照人差那么多呢？所以你就容易产生价值观的错位，你就容易把别人成功的标准当做自己的一个标准。我不如他，那说明我这5年的这个价值判断错了，我这5年坚守的东西错了。你轻而易举的会把自己可能要10年20年彻底获得成功的坚守一下子给颠覆了。所以刚毕业5年左右大学同学聚会你最好别去。当然我说哈佛商学院
这位教授说的话有点偏颇，但是却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道理，就是人呐，你要一辈子看三穷三富过到老，一个阶段的成败说明不了什么。可是偏偏呢，我们有时候眼下这种攀比呢，经常容易使人的价值观发生颠覆和错乱。所以说有时候同学聚会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比较，那不参加为好。那为什么我说40岁以上的人才能避免这个呢？首先呢，咱说40不惑，很多问题你想开了想明白了。就拿说炫富攀比这事儿吧，真正的经历了大风大浪，咱40多岁人了，不少事都经过了，都知道炫富很低级，炫富恰恰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富人。这种攀比炫耀恰恰说明你底气很虚，真正有底气的人是不炫富的。那我们有个同学权力很大，人家来了之后从来没说哎我带个秘书带个司机怎么的，那很低调，是今天要喝酒我不开车，我打车回去，或者你们谁有车送我一趟。你看这是见过大风大浪，人家有这个底气了。再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不如你，我也没有啥自卑的。为啥呢？你是你，我是我，我生活再不如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再有权再有钱，你也不肯给我办啥事把钱给我花，那你过得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所以我说40岁以上的同学呢，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有的事就变得简单。我现在就是很欣赏我们现在在北京的这些大学同学的偶尔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不谈现在，要谈现在也是我个人对生活的感悟，我不谈我的事业，不谈我的关系，只谈过去的事儿。咱们在学校里的那些如何好玩的一些糗事啊，很欢乐。每次聚会还愿意往这个氛围里来。我觉得这时候呢，人生应该是想得很剔透了。所以很多事情呢，像40岁以下的时候面临的那些个没啥必要的虚头巴脑的东西，自然就没了。但是40岁以上的同学聚会，增添了很多隐蔽的功利因素。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咱们北京大学老师，现在是已经是教授了。他春节的时候呢，本来他今年春节不想回去，结果他老家江苏的。有一个同学给他打电话说，今天咱们高中同学可是聚会啊，规模很大，你不回来不对啊。他一想，这高中同学你多少年没聚了，聚会难得回去吧。回去之后发现呢，给他打电话这个同学呢，当年没考上大学，在老家了，可是已经成了当地一个房地产商了，很有钱。结果这个聚会就他是核心，他把所有的钱他都包了，甚至我这个同学回去的机票他都包了。那么这本来挺欢乐的场合啊，但聚差不多时候了，这老同学拉他手跟他说，兄弟啊，我知你那学校重点大学好大学，我姑娘今年就考学，就要考你那学校，你看这马上这自口招生这啥的，这又是能不能帮个忙？你看这时候他才明白同学聚会为什么大老远多年不联系要喊他回去，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这种事儿在我身上也曾经出现过。我有个同学问我要办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说这个行啊，你不要找哪个部门的人吗？他说那人我不认识。我说他是咱们谁谁哪个同学的老公。哎呀，我跟他也不熟悉。结果他想什么办法呢？通过其他同学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就为了跟这个女同学拉上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她老公直接管她的事。当然我们这个年龄做这种事会非常隐蔽，绝对不可能在吃饭的饭桌上就说起你老公那事给我办了得了的，不可能。而是借助这个场合我跟你拉近关系，回过头我再请你干啥，再打电话咱把这事办了。所以这岁数大的人呢，他会隐藏自己一些意图，但是这种隐藏就健康吗？也不健康，我觉得也是功利性。而且现在的我们这个年岁同学聚会呢，因为大家在社会上很多人有了地位了，往往同学聚会就分出了什么个三六九等，借助同学聚会这个平台搭建一个人脉的网络，这个成为40岁以上的很多同学聚会的一个主题了。就他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太功利什么的，可是这种功利是长久的。我先把这个人脉搭起来，啥时候用你啥时候再说，它变得更加隐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40岁以上同学聚会里边我认为挺不健康一个现象。变味的同学会忽略了情谊，泯灭了纯真，是现实的错，是成熟的错，还是功利心的错？冷暖自知的人生，甘苦交织的成长，老友的聚会该怎样返璞归真？同学聚会，你怕什么？正子
播出。那么我刚才说这个，无论是男女关系的因素，还是炫富攀比，还是为了搭建人脉平台，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损害了纯真的同学感情和关系。不是说同学之间不能够怎么样，就说我给你办事什么的，完全可以，你朋友嘛，互相帮助是正常的。说实在，我们这个年岁有的时候真有哪个同学混得不太好，我们真有可能就几个同学一商量，咱们主动的帮他一下，应该伸伸手。就这种纯真的同学感情在这个年岁里头变得格外的可贵了。可是如果同学聚会就是为了搭建人脉关系，就是为了有事咱们能互换资源，这个恐怕就把这个事儿给庸俗化了。它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交往过程当中广积人脉的圈子文化的一种反应。咱们当今社会不就有一种圈子文化吗？就你再有钱，你再怎么着，你进不来这圈子，你想进来这圈子，你得想办法，这个圈子里能办的事别的就办不了。所以这其实是中国人情社会向庸俗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现象。我想这个事就最好不要再蔓延到同学圈子当中了。我现在倒是非常欣赏什么呢？我的父母这一辈他们的同学聚会那可真是单纯。因为咱们说实在的，就是人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于70多岁人来说，而且同学里边呢过世的也不少了，往往事先一打电话呢，谁谁得了什么病了，谁谁已经没了，不禁的唏嘘叹惋，就觉得活着这个时光真美好，我们应该珍惜眼下。所以他们这老年人在一块聚会就跟小孩一样单纯，回想起过去的事儿，还能唱唱那个红歌唱唱前苏联的歌曲甚至聚会都不讲什么质量不质量。你像我们聚会有时候得挑个好点酒店，人家聚会到某个人的家里头，一人从家里带个菜过去，摆上就跟野餐似的就聚会了。我倒非常欣赏这样的同学聚会，非常纯真。我现在感觉同学聚会真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往往这个刚一毕业的时候，还没完全摆脱学校那些时候，那个时候聚会最纯真。到岁数大了，已经七老八十的这个聚会又回归到纯真状态了。可是中间的这个我刚才说的4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在社会上属于这个年富力强的这些人，反而他们的聚会并不太纯真。同学聚会里出现这些诸多功利因素，无论是人脉攀比还是男女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庸俗化的因素对同学聚会的一种渗透。所以我是希望呢我们眼下这些走向社会的这些观众朋友，不论您在哪个年龄段，少一些炫富，少一些攀比，少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妄想，少一点人脉交往庸俗化的东西，多保留一份同学的纯真。在我们这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相对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当中，留有同学聚会这么一个纯真的仪式，对每个人的心灵净化都是个好事。最起码你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弄得很疲倦了，到这个场合能够打开心扉，把心底郁闷的东西、纯真的东西都能够发泄出来，这不好吗？同学聚会应该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一个自留地，而不能成为社会庸俗化的一种延续。